Hello，大家好，今天3月9日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昨天晚上呢，受这个战争的影响呢，美伊战争的影响呢，这个亚洲股市走的全面都不好啊，都是非常糟糕啊。港股呢走了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啊，最后收了1.35，负的1.35，然后韩国股市呢又下跌了6%啊，升的时候跌到了9%了。然后油价呢，昨天晚上是冲高回落啊，开盘的时候呢已经接近120块钱了，然后最后收到现在101啊，还是下来很多。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七国集团 G7呢讨论要释放原油储备啊，来缓解这个原油的供应紧张。那么到底这个战争还持续多长时间，我们不得而知啊。昨天晚上呢，反正数字货币呢是基本上企稳啊，没有怎么跟随市场的一个下挫。美股呢，股指期货呢也是走了一个低开高走啊，到底今天开盘之后会往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啊，大家反正拭目以待吧。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不好说。美股呢主要是一个滞胀的趋势啊，又开始了。首先第一是油价的影响肯定会导致下一个月的 PCE 和 CPI 的上涨，这周的 CPI 和 PCE 应该还好啊，就是油价的这个影响还没有记进去，下个月估计就很糟糕，这是其一。其二呢，上周的就业数据并不好啊，这个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反正就像我昨天周度提要说的一样，美国基本上现在已经是一只脚跨进了衰退了。如果 AI 叙事再走的不好，整个 GDP 出现影响的话，那估计整个美国就是妥妥的陷入一个滞胀或者说一个整体衰退的一种局面啊。反正搅屎棍呢现在是一副无所谓的嘴脸啊，就是只要他自己玩得开心啊，别人死活没有什么关系啊。不管他再怎么喊 Make America Again 这个 Great Again 其实现在妥妥的已经变成了 Make American Poor Again 啊，就是从 MAGA 变成了 MAPA 啊，就是他现在搞这些事情，反正对美国都不是什么太利好的事情啊。他自己觉得很利好，对吧？再加上下个月还有这个关税的冲击啊，就是又从10%到15%啊，大家注意这个150天的这个东西，还为下半年还埋了一个大雷，所以现在整个市场不可能去走出一个完整的形态啊，它不可能去上涨，也不可能去下跌。我预期整个市场还是会横盘，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都是不确定性啊，就是市场其实最讨厌的事情是不确定性。你要真的是确定了关税要持续15%，那是另外一番叙事，对吧？你要持续这个关税确实违规了、违法了啊，这个反正那么也是另外一番叙事，至少是稳定的啊。其实市场最讨厌的就是不确定性现在就是各方面都是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呢，就一定会是多空打得很厉害，多空打得很厉害，肯定市场大概率就是横盘了。你说完全下挫，我觉得这个概率有没有？有，但是这个概率并不大啊。其实很多好的行业，其实现在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低谷的状态啊。反正该在做配置、在抄底的，还是有人在干这个事情啊。机构也有机构的看法，大家个人也有个人的看法，对吧？反正呢，美国呢现在就是很乱，搞得全世界也很乱。昨天周度提要我也说了，这个有可能是一个美元收割周期的一个开始啊。如果真的是这个周期确认开始的话，那美股可能会领先下挫大家注意，这周还有周二，明天盘后有 ORCL Oracle 的财报，这个可能是整体市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雷，有可能会直接引爆市场所以明天收盘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做一些对冲和防护啊，而且周三看盘前还有 CPI， 所以周二的晚上会比较惊悚啊，我觉得可以用惊悚这个词来说，因为周三一早还有 CPI， 市场到底是不是真的开启一个下挫，估计得看周二晚上和周三早上这个事情才能定得下来啊，而且这个下周还有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我们还是得等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看到底怎么样。如果说通胀缓解
有可能会在3月份出现降息的这个情况如果通胀没有缓解，现在通胀预期还是很高通胀预期高是因为油价上涨了。如果说油价在这一周内可以往下走的话，那下周可能会出现降息的一些利好的东西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如果不降息的话，那么我也只能呵呵了然后具体的我们就再聊吧，好吧，就先说到这里。因为昨天发了周度提要，昨天晚上也没有太多的新闻，我就不逼了就先说到这里祝大家交易顺利拜拜。